当邱英山怀揣着满心疑惑，把查到的消息汇报给林婉儿的时候，林婉儿一点也不觉得惊讶，她只是似笑非笑地说道：“这个叶晨明明结婚了，还到处沾花惹草，去一趟港岛就让刘曼琼大老远跑来金陵，那去一趟其他地方，怕不是也会勾走一两个小姑娘的魂？要是把叶晨这几年的行程轨迹扒一扒，说不定能扒出一大堆痴情的女人来。”邱英山尴尬地笑了笑，感叹道：“只能说这小子魅力非凡，只是曼琼喜欢上他这个有妇之夫，将来怕是很难修成正果了。”林婉儿微微一笑，想起什么，随即问邱英山道：“能不能查一下叶晨上次去港岛见刘家辉，到底是以什么身份去做什么？”“这个好办。”邱英山点点头道：“我给家辉打个电话问一下就知道了。”“不行！”林婉儿制止了他，开口道：“刘曼琼的爸爸既然认识叶晨，那他肯定也知道自己女儿这次来金陵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叶晨，而且他也知道他女儿刚刚跟你一起吃过午饭，要是你这个时候忽然打电话问他与叶晨有关的事情，你一定会引起他的怀疑，之后他再跟刘曼琼一通气，我们反而不好解释动机了。”邱英山一脸懊恼地说道：“在下愚钝，竟然没仔细考虑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真是惭愧至极。”“没事。”林婉儿淡淡道：“也怪我没跟你说清楚，调查这事的前提是不能暴露。”说着他又道：“查这件事情一定要曲线救国，你不能直接出面问他，你也不能出面问他身边的人或者与他有交集的人，最好是再找一个可控的中间人去打听。”邱英山想了想，开口道：“这也好办，我以前一名手下与家辉的管家是亲戚，后来他明面上从我这里离开，回了港岛发展，但其实是我暗中资助他在港岛为我做事，我让他去问一下吧，他们俩是亲戚，应当好说话。”“丑！”林婉儿点点头，随后又道：“对了，你再跟老孙说一下，我想要叶晨现在这个身份，这2年以来所有的出入境记录，让他帮我调一下，整理一个清单发给我。”“好的，小姐。”10分钟后，邱英山和孙之栋一起带着一张打印过的纸张来到林婉儿面前。邱英山站在林婉儿面前，恭敬地说道：“小姐，您让我查的事情已经查得差不多了。”林婉儿点点头，说说看。邱英山道：“首先是叶晨去港岛见家辉的事情，我让人打听到的消息是，当时叶晨的身份是伊苏航运集团的高管，家辉一直想跟伊苏航运深度合作，所以伊苏航运就派了叶晨过去跟他面谈，顺便考察他的情况。”“伊苏航运？”林婉儿皱眉问道：“这家公司又是什么来头？以叶晨的身份和实力，我不相信他会在任何一家公司担任高管职位。”邱英山忙道：“伊苏航运可是大有来头，这是由日本伊藤家族和华夏苏家合资运营的远洋运输集团。由于2家在远洋运输上本来就有非常强大的实力，合二为一之后，更是成了航运领域的巨无霸。”苏家和伊藤家族，林婉儿抿嘴思忖道：“这2个家族我都有所耳闻，一个是华夏实力最强的家族，一个是日本实力最强的家族，这2方强强联手，在商业领域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，但奇怪就奇怪在叶晨为什么要以这家公司高管的身份去见刘家辉？叶晨是绝不可能为这么一家航运公司打工的。”孙之栋这时插话道：“小姐，这里面还有一层关系，更加奇怪。”林婉儿问他：“什么关系？你说说看。”孙之栋解释道：“是这样，苏家与叶家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明争暗斗，早些年闹得非常不愉快，甚至苏家当年还牵头在燕京搞了一个反叶联盟，就是为了与叶家对着干。后来直到叶长英夫妻俩意外去世，叶家元气大伤，苏家便一跃成了华夏实力最强的家族，一直压叶家一头，可以说这2家积怨已久。所以我搞不明白叶晨怎么会帮伊苏航运做事。”林婉儿摇头道：“你的思路错了，不是叶晨怎么会帮伊苏航运做事，而是伊苏航运是不是在为叶晨做事。”
邱英山和孙之洞都不能明白叶晨掌握灵气的意义，但林婉儿却深刻地明白，以叶晨的实力，以叶晨敢与破清会作对的魄力，这个世界上绝不可能有任何一家企业使唤得动他。所以坚定了这个看法，再去分析叶晨为什么会以伊苏航运高管的身份去见刘家辉，那他能得出的结论便是伊苏航运大概率与叶晨有着更深层次的关联。邱英山因为大部分产业都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，所以他对航运市场的现状更是非常了解。他这时开口说道，对了小姐，这个伊苏航运的来头实在不简单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与万隆店的关系非常密切。现在万隆店成立了武装护航的公司，几乎垄断了整个亚丁湾的商业护航份额。有万隆店的保护，伊苏航运的船在整个亚丁湾如入无人之境，没有任何海盗敢去触他们的眉头。万隆店，林婉儿眉头紧锁，嘀咕道，这可是大名鼎鼎的雇佣兵组织，以往只跟各国政府以及地方军阀合作，怎么会跟一家企业深度绑定？孙之洞忽然皱起眉头，喃喃道，这人也老了，脑子确实不够用的。我刚想起来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是与万隆店有关的。林婉儿抬起头来，急切地说道，快说说。孙之洞道，苏家与万隆店关系很深，万隆店店主万破军的父亲曾是苏家大少爷苏守道的手下，而苏家一直想把叶家彻底击垮。前段时间他们和万破军联手杀上叶家祖坟叶灵山，要将叶家祖坟铲平。叶家为了保命，割让了一半家产给万隆店，这才算是勉强逃过一劫。怎么可能？林婉儿几乎不假思索地说道，有叶晨在，叶家怎么可能会输？孙之洞下意识地说道，可叶家确实输了啊，这件事全国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林婉儿摇头说道，不可能，只要叶晨当日在叶灵山上，叶家就绝不可能输。孙之洞便道，那许是叶晨当日确实不在，也不可能。林婉儿又道，如你所说，叶灵山既然是叶家祖坟，叶晨父母必然葬在那里，而叶晨为了替父母报仇，甚至敢对破清会下手。万隆店要铲平他父母的陵墓，他怎么可能不去？孙之洞一下子陷入深思，他也被这一系列的推断绕得有些迷糊。林婉儿此时嘀咕道，苏家与万隆店有渊源，苏家又与伊藤家族合资搞了伊苏航运，这些看起来都没什么问题。但问题是，苏家和万隆店要铲平叶家祖坟，叶晨为什么还会以伊苏航运高管的身份去见港岛刘家辉？这就好像二战时的轴心三国，他们之间怎么结盟，怎么合作都没问题，但美国本来跟他们打得死去活来，怎么可能会忽然之间跟他们握手言和？所以我想知道是什么化解了叶晨和苏家以及万隆店之间的仇恨。孙之洞与邱英山也有些面面相觑，苏家、叶家、万隆店、伊藤家族还有叶晨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错综复杂，难辨真相。这时林婉儿又道，仇恨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，仇恨的消失一定是有一方征服了另一方，就好像美国在1945年向日本丢了2颗原子弹，可日本最后却成了美国在亚洲最坚实的盟友一样，一旦被征服了，便不会再有仇恨。说到这，林婉儿目光笃定地说道，而苏家和万隆店绝不可能征服叶晨，唯一的可能是叶晨征服了苏家与万隆店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